洋洋搂紧海童的脖子，他还真的是担心大人们都疼爱弟弟，不疼爱他了。他再懂事，也还是个几岁大的孩子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他多了一个表弟，他会担心也很正常。好在他对小表弟很喜欢的，跟妈妈说要打电话给小伙伴炫耀一下，他也是当哥哥的人了，他也有弟弟了。龙婷，我有弟弟也有妹妹。洋洋，等着过几年我妈会给我生妹，小姨也会给我生妹妹，到时候她有亲妹妹也有表妹。哼，龙婷的爸妈不会再给她生小妹妹的了，因为她爸妈已经有了2个孩子，加上龙婷便是3个。叶君博夫妻俩虽然不是龙婷的亲生父母，只是养父母，在龙婷的心里，养父母就是他的爸妈。洋洋便将叶君博夫妻俩当成龙婷的亲爸亲妈，木情一胎便是龙凤胎，儿女双全了。夫妻俩不会再要2胎，2个孩子足够，还有一个养子龙婷，便是3个孩子。在洋洋的眼里，龙婷就不会再有弟妹，除非君家的那些叔叔后面生有弟弟妹妹，那样龙婷才会有新的弟妹。洋洋想到姨丈家里也有很多叔叔婶婶，以后婶婶们生的弟弟妹妹也算是他的弟妹。哼，他不会输给龙婷的。看龙婷以后还怎么嘚瑟，他也没有嘚瑟吧，只是看到洋洋逗着他的妹妹玩，他有点吃醋而已，然后跟洋洋说，严妹妹是他的妹妹，不是洋洋的，让洋洋记仇到现在，暗中跟他比较了。好一会儿，洋洋松开了搂着海童脖子的手，扭身他就走到老太太跟前，仰脸对老太太说道，太奶奶，我要看小弟弟。老太太弯腰，让他可以看到小弟弟。太奶奶，我弟弟不一样了。洋洋惊奇地发现弟弟真的变好看了，变得可爱了是吧？洋洋猛点头。海玲夫妻俩进来，跟老太太他们打过招呼后，他将带来的花束递给妹妹。姐，小军给我送来了花束。小军送的是他的心意，姐送的是姐送的。海童笑，等会儿我抱着2束花就行。出院手续办好了吗？还没有，等会儿站印就去办出院手续。海玲又问，东西都收好了吗？沈小军答道，海玲姐，我们到的时候童已经收好了东西，你看他衣服都换好了，就等着出院回家。海玲笑，问沈小军，你儿子留在家里？周末家里人都有空，就留在家里给我婆婆带。他老人家是孙子如眼珠子，疼得不得了，隔代亲。苏太太对孙子宝贝得很。苏南说，他小时候母亲对他都没那么好，有了孙子后，儿子都是靠边站了。站印从洗手间里出来，看到大姨姐夫妻俩也来了。姐，东明。2人点点头。你们帮我看着彤彤和宝宝，我去办出院手续。说着，站印又扭身走了。海玲轻声对丈夫说道，彤彤生娃，站印总是亲力亲为地照顾母子俩，妹夫做得这么好，他也放心，替妹妹感到高兴。陆东明在心里想着，若是海玲怀上他的孩子，以后生娃了，他同样可以亲力亲为照顾妻女，当个称职的奶爸。他已经不是初识海玲的那个大老粗了，初识海玲时，他都不会哄孩子，也不知道小孩子喜欢什么，送玩具给洋洋，只知道送风车。不久后，站家的人都来了，欧阳雅总算见到了站远的亲大嫂。海童刚生完娃，身材自然还不能恢复，但她状态很好，初为人母，满脸慈爱，看上去温婉大方。欧阳雅一见就觉得这个大嫂很好相处。海童嫁入站家之前，过着平淡的生活，嫁入豪门后，她是多了几分贵气，依旧保留着她的生活习惯，是个很接气的大少奶奶。欧阳雅想，海童在站家站稳脚跟，固然有站印的宠爱，老太太的偏疼，也有海童自身的努力及魅力。当然了，如今的海童有一个凤家家主的亲姐姐做靠山，于家世地位上算是配得上站印的了。
战奶奶的眼光是真毒。欧阳雅过来时，带来了给海童和宝宝的见面礼，送给宝宝的和别人送的一样，都是平安长命锁、金手镯等。欧阳小姐，你太客气了。海童向欧阳雅道谢。欧阳雅浅笑，童姐喜欢就好，喜欢你送的我都喜欢。她没有给欧阳雅准备到见面礼，战远是临时决定带欧阳雅回来，应该说是欧阳雅临时决定跟战远回来见家长了。当时海童都入院待产了，就没有给欧阳雅准备见面礼。等出院回家了，他在他的珠宝库房里挑一套珠宝送给欧阳雅吧。他妯娌会有很多个，但欧阳雅跟他才是最亲近的。战远是战印的亲弟弟吗？我可以抱抱宝宝吗？欧阳雅试探地问着老太太。老太太乐呵呵地将宝宝递给他。欧阳雅动作笨拙地抱过小宝宝。战远在他身边教他怎么抱着孩子，孩子才会舒服有安全感。欧阳雅抱了一下，就赶紧让婆婆抱了回去。刚出生几天的娃娃太小了，软绵绵的，她抱着像是没有抱到东西似的，很不习惯，也怕自己抱不稳，怕宝宝从小被子底部滑落。办好了出院手续，海童在大家的簇拥下离开。有媒体记者在医院等着，看到战家人都来接海童母子出院，那些媒体记者围过去。战印揽住娇妻的肩膀，抱着儿子，大方地让媒体记者拍了几个照，便扬声对记者们说道：我老婆今天出院，回家坐月子，月子里要休息好，少站少坐，现在不好待太久，等我儿子满月了，再请大家喝满月酒。今天麻烦大家包容一下，让一让，让我们回家休息。宝宝的正面照他是不让媒体记者拍的，那些记者也不敢贸然凑上前去拍孩子的正面。战印这样说，那些记者们说了些祝福的话，让出一条路让战家人通过。他们还跟上前去，等到战家的车队远去，那些记者们后知后觉地发现战家人当中有一个生面孔，他们都没有见过的生面孔。刚刚你们有没有留意到那张生面孔？是个大美女，但我们没有见过的，好像是有张生面孔。大美女的话，应该是哪位少爷的未婚妻。战家的少爷从大少爷开始结婚后，其他几位适婚年龄的少爷也陆陆续续结婚了。管城的那些千金小姐看到战家的少爷一个个结婚，新娘不是他们心碎了一地。他们都不知道战家少爷择妻的标准，就没有机会了。不过商小飞那么好的家世，她当年追求战印多年，也没有如愿嫁入战家，他们只能拿商小飞来安慰自己了。商小飞姐现在已经找到了适合我的好男人，居然不输于战印，那些人就羡慕嫉妒恨吧。他商小飞敢爱敢恨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潇洒得很，就是比他们幸运。海童真的太幸运，也太幸福了，我是男人都羡慕他。是呀，生个孩子出院，全家都来接他，他的姐姐还有好友还有商家人都来了，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后娘娘出宫呢。有人说到海童过的就是皇后娘娘的日子，以后战少接管整个战家，她就是战家的当家太太，不就是如同皇后娘娘一样。她太好命了，是我见过最好命的女人。大家都在羡慕嫉妒海童的幸福，那么多的贵妇人生娃，没有一个人能像海童这样被那么多人迎着出院的。婆家全家出动，娘家亲戚也全都到场，说她是众星捧月也不为过。以前大家还能拿她的家世不好来说一说，现在人家的亲姐成了江城凤氏家族的当家人了。海童的亲妈是江城凤家上上位家主的千金小姐呢。按照江城凤家的规矩，海童就是他们凤家的千金，所以人家的出身一点都不差。在大家看来，海童就是妥妥的小说里的女主角，得到男主的专情，自身也渐渐强大起来。哎，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呀，都是人，为毛就有个369等呢？海童出院回到悠悠山庄，就在山庄里坐月子。妹妹出院后，
海玲也要回到江城去。她现在是适应了凤家的事务，但还不能掉以轻心。离开之前，她问儿子洋洋9月份要不要去江城读书。洋洋问小姨和小弟弟会过去吗？海玲答道不会，小姨和弟弟留在管城。你小姨的生意几乎都是在管城，她不会离开管城，不过偶尔会去江城。姐妹俩感情深，妹妹肯定会3不5时就飞江城，姐妹团聚的。陆叔叔呢？陆叔叔会和我们一起去江城生活。海玲蹲下身去与儿子平视，她温和地道：洋洋，妈妈的工作重点都是放须江城的了，我们在那边也有了家。你想跟妈妈一起生活，就要转学到江城。洋洋说道。可是我去了江城，没有朋友。他在幼儿园里有很多朋友的，他舍不得他的老师和其他小朋友。妈妈，你不能将工作转回管城吗？洋洋不解地问。像妈妈之前开的早餐店，后面开的餐馆，都是在管城的，离小姨很近。他经常能见到小姨还有表姨他们。妈妈忙没空去接他，小姨或者表姨就会去接他。他喜欢现在的生活，不想去江城。江城他虽然去过了，但陌生得很，在那边没有家的感觉，还有冬天好冷。海玲将儿子搂入怀里，柔声说道：不能呢，妈妈现在的担子很重，已经是一个家族的当家人，得管着他们，也得带领着家族公司走出困境。就算不能让凤氏家族重回巅峰，至少也要比现在好一点。给族人的福利，海玲也要调整一下。族里的那些年轻有本事的族人，他也会给他们一个合适的职位，让他们可以发光发热。当然，为了避免像 X 省 H 市的龙家那样被旁支强大灭了嫡系一脉，他还得牢牢地压制着他们才行。这就得他自己更加的强大，才能让那些人心服口服。只要他在的一天，他们都不敢反。上位者御下，得恩威兼施，不能一味的打压，适当时要给人家一点甜头吃的。如今坐在家主的位置上，海玲不得不承认，凤月坐在家主的位置上时，为了集中权力做了很多事。他总结了凤月的经验后，不打算改动太多，留着凤月的那一套管理方式。海玲和凤月相比，也就是不会除掉那些有能力的年轻人，他不杀人。那些人愿意跟随他，忠于他，他就给他们机会。若是他们觉得出去闯荡更有前途，那他就让他们出去闯荡。他这个想法和凤晴当初想的差不多，凤晴也不想杀人，应该说特别厉害，能拉拢人的刺头都被凤月杀了个精光。正所谓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凤月杀了那些刺头，镇住了族里的人，让族里的人都不敢生出野心了，生怕性命不保。这让后面接班的凤晴和海玲就能享受到权势，财力几乎都集中在当家人手里。费老说他的家主活着时，凤氏家族更强大，凤月的能力不如他大姐的。其实一个家族会从低到高，再到坠落，起起落落很正常。凤月不能说是没有本事的人，只能说是时代在变化。公司转型若是不在风口上，是很容易失败的。凤氏集团在转型时已经不在行业风口，但也喝到了点汤。相信凤月当初也是很努力的，想让公司做大做强。凤月最大的污点、黑点就是害死了养大自己的长姐一家，后续又杀了不少知情者，手上沾满了鲜血。妈妈，我还是喜欢留在这里生活。洋洋想了想后，觉得自己更喜欢管城。他在管城出生、成长，家人都是在管城的。妈妈，你想办法回来工作不行吗？我不想搬家，不想去江城，在那边我不熟悉，也没有朋友。海玲温声说道，你可以重新交朋友的呀。你还小，适应能力强，9月份转学过去，只需花上2个星期，你就能和小朋友们成为朋友了。